这两天呢遇到个大事啊，忙得我是焦头烂额，也没顾得上给大家拍视频讲相声。这啥大事呢？就是我去给人提亲了啊，黄了。你看我这上火，嗓子哑了都好几天了。这去年啊，也就是春天那会儿啊，有一对这个单身青年呀，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原本给男士介绍的那位姑娘没来，正好办公室有另一位姑娘，那他俩呢就碰见啊，就成了。这姑娘是27岁，是一名护士；男士啊是28岁，是一家知名上市企业的主管，年薪啊肯定不低的。当时呢是这个姑娘主动追的男士啊，人家这个男方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是个领导，母亲呢是大学老师，条件还可以吧。而姑娘的父母呢是在农村生活啊，还有一个弟弟。相比之下呀，这个女方的这个家境啊是要逊色很多的。这个男士呢也确实是喜欢这个姑娘啊，力排众议啊，是坚决要在一起。就这样呢，两人谈了有1年多啊，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这上个周啊，男方就委托我去了一趟女方家里啊，沟通彩礼的一些问题。去了之后啊，那沟通过程啊，真的是特别不顺的。女方父亲啊，当场就提出啊，彩礼20万。那至于理由嘛啊，就是啊，这个养大女儿多么不容易啊，等等。哎呀，我听到这么高的彩礼啊，我当时是愣了一下，先是问了一句，这个有没有啊，这个陪嫁多少之类的。因为很多条件好的这个家庭啊，人家彩礼高啊，陪嫁也是相当高的，礼尚往来嘛。结果呀，人家这个女方妈妈呀，是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没有，有4床被子。听完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呀。啊，我也是好言相劝啊，希望能够顾全大局。儿女的婚姻啊，不要过多的去加一些附加条件，彩礼过高啊，且不说国家不支持，这个男方啊，就算最后隐忍接受，你女儿在未来的婆家面前，她怎么抬头做人呢？人家女方父母不管呀，一味的强调呀，自己养孩子啊多么的不容易啊，理应有所回报。反正呢就是沟通了一下午啊，是口干舌燥啊，还是咬死着20万一分不少啊。哎呀，把我气的那嗓子啊哑了好几天呀。回来呢，我就把这个情况如实跟这个男方啊说了一下啊，说这个彩礼啊怎么定。男方这边呢就表示啊是坚决不能接受，说呢家里最多就出10万，说能成就成，不能成拉倒。这样呢来来回回啊又给女方的电话又沟通了有2、3次。那真的是软硬兼施啊，好赖话说尽啊，就是说不动。诸葛亮活着他都能头疼。我呢也劝这个女方啊，为了孩子的幸福退让一步，别把事情啊搞得太糟糕。人家不怕呀，说要看男方的态度，这点钱都不愿意出，怎么可能对女儿好呢？你们不知道啊，这女方父母是多么强人呢。反正呢，咱也不知道啊，这到底是不是为女儿好。最后啊，这男士啊就抱着希望打电话给这个姑娘啊，希望她能够去帮忙呢，去说动一下父母。结果这姑娘是反过来劝男士呀，20万对你们家也不是什么大钱啊，也不是出不起，我爸妈就是想要个态度嘛，你给他就行了呀，这样呢我就能够嫁给你。哎呀，真的是典型的蠢呐。男士听完是直接骂了姑娘和她父母呀，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那就因为这句话呢，双方闹的是不欢而散。谁知这姑娘呀来了一个骚操作啊，回头啊就跟她父母说了，还说了男士骂人的话。女方父母啊气不过啊，就打电话骂了男士的父母。好了，最后结果人家男方是坚决要分手啊，不是彩礼的事情，而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家庭。结果呀，戏剧性的事情又出现了，女方呢全家又开始说好话呀，去挽留男士，希望我能够帮忙说说好话啊。虽然闹得很不好，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一起。这是什么操作呀？把我都给听懵了。这一波骚操作简直了，不仅侮辱了男方的智商，还要给人家脸上来踹一脚，是谁能忍？本身跨越阶级嫁过来就是你享福了，男方能够接受你，还能够接受你的家庭情况，你家里啊那是烧高香了。结果占便宜没够，反过来还想说服男士来接受你们家不平等的条约。20万说来就来呀，1分钱都不少。说你蠢呐，千万别不承认。人家男方不顾阶级差距接受你，求个平等待遇总没问题吧？还要高价彩礼，是不是心里没点逼数了呀？另外呀，挨了骂就应该识趣一点，结果还要当搅屎棍，转头就要跟家里去告状。你这直接背刺的行为啊，外加你弟弟的家庭条件啊，让你未来公婆觉得呀，这笔买卖太不值当了吧？真的是骂你啊，撒泼尿照照自己是一点都不冤。这彩礼啊谈不拢，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好了。结果女方父母发现啊，原来的金龟婿啊，一下子变成了村口啊脑血栓的吴老二，这下慌了，赶紧求和呀，整的男方呀跟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反胃。突然想起一句毒鸡汤的广告词啊，3句话让男人给你花20万，我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哎呀，又想上架又想要彩礼，你咋不上天呢？奉劝啊，认清现实，有点逼数才是一个人呢成熟的标志，好吧？
好了，不说了，我要回家养嗓子去了。我跟你们讲，有些人在婚恋市场上眼高于顶，没有一点自知之明，择偶要求就跟他做梦一样。你看，气得我的头发今天炸毛啊！昨天晚上有一个姑娘来找对象啊，问她年龄，她跟我说28岁。哎呀，我是真的不太相信啊。咱呢也不去抨击人家的外貌长相啊，我就跟她要个身份证，身份证拿来一看呀，好家伙，35岁啊！我问她为什么隐瞒年龄，她给的理由是啊，本人显年轻，别人都说她长得像25、6岁的。我顿时特别无语啊！一辆开了10年的车，她能跟刚出厂的车相比吗？配件怕是也要生锈了吧？这姑娘说呀，自己说小点呢，也是希望机会多一点而已。我跟你们讲啊，骗人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长久的。接下来我就问她个人情况，在银行工作，年薪10万左右啊，整体条件都还可以，就是年龄确实不占优势。问她择偶要求，语出惊人的告诉我呀，有车全款，市中心有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啊！哎呀，说完这些之后呢，还略有自知之明的跟我说呀，我也照自己的情况，年龄大了一些，长得一般啊，也比不过其他年轻人。所以啊，我决定放低择偶要求，接受离异的，但是不能带孩子，要优质男，找同龄或者是偏小一些的。听完呢，我也是好言相劝啊，你想找条件好的，你就得往年龄大的上面找，这样呢，你的条件才会占优势啊。还没等我说完，他就直接给我怼回来啊，年龄大的精子质量不好，我需要优生优育，之所以拖到现在没结婚啊，都是为了下一代考虑。哎呀，姐姐啊，你光考虑后代，你不考虑自己啊？他跟我说啊，我已经冻卵了，早已经做了万全准备。那一瞬间我确实没话可说了，我就基于现实情况又给他做了分析一下啊。这车房全款，年收入在50万以上的35岁以内的男士，不论离婚与否，大概率都想找30岁以内，工作稳定，感情线比较简单，性格温柔，长相可人的女孩子吧。哎呀，还没等我说完，这姑娘来了句，那不正是我吗？我显小，长相可人，还未婚。这给我听的啊，自己都能给自己画大饼，我也不绕弯子了。目前能够匹配你的条件还不错的，就是40岁离婚带孩子，有车有房，年收入在30万上下的，或者说是35岁以下离婚或者是未婚啊，车房有贷款，年收入在10万上下的。这姑娘一听啊，气的是不得了啊！我相亲这么多年，多少年入50万、100万的看上我的，我都没入眼。现在你让我选，还不如我之前放弃那些，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情绪啊，多少有点激动啊，觉得我看不起他。哎呀，我劝他放弃幻想，认清现实。他说不能低头，皇冠会掉。后来啊，我算是妥协了，给他找找单身资料，有位38岁的男士，离婚不带孩子的，没车但是房子2套，年收入在30上下。这姑娘看上了，提出见面的一个要求啊，每个月给他1万5的零花钱。那一瞬间气得我呀，问他凭什么？他说男方是离婚的，不公平；2套房子是婚前财产，也不公平；婚后要当后妈也不公平。要生活费啊，这心里才公平。听得我呀，人男方自己的东西你拿来说不公平，你算老几啊？这男士能不能看上你还不清楚，你还在这筹划着你的春秋白日梦呢。这姑娘听完啊，那算了，我不见了。我觉得我这要求很正常啊，作为男人给女人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哎呀，这可能是在银行工作，天天都掉钱堆里去了，掉钱眼里爬不出来了吧。临了给我来了句啊，你不给我介绍，我可以找其他人。哎呀，真的，大门给你敞开哈，你爱找找去吧。今天王八不给我好好关门啊，都开绿豆去了吗？真心奉劝啊，一些大龄祖宗们，放弃幻想，认清现实，看清楚你自己的现实处境，以及你还有多少的选择权。上了年纪啊，本应该是更加的睿智，不要眼高手低，挑来挑去。明明脾气不好，家里没什么钱，手上也没什么积蓄，又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公主，那就不要老想这些有的没的，踏踏实实找个适合结婚的人，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嘛。你还有多少个10年可以等得起的？明天啊，我就把后面我这墙上挂上3个字：许愿池。我看有多少来做梦的。哎呀，还得花俩王八呀。今天唠一个尺度大一点的话题。我这人脸皮薄啊，我那王八和刺猬他们脸皮不厚，本来不太想讲，但是又觉得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很多人遇到过，不如分享出来。这几天就很奇怪啊，接的蛮多的一个咨询的问题就是，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发现对方那方面不行，要不要结婚？哎呀，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度啊。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反正是一通诉苦啊。她是去年相亲认识一个男士，人对她很好，家庭条件也没得挑，两人谈了半年呢，是顺利见了家长，上个月订了婚。这5一放假，两人就琢磨着得找点事干呢，就约着一起出去旅个游。晚上呢也是第一次啊住在一起，本来想想这是一件很激动很美好的事情啊，结果发现男友那方面不行，尝试过很多次都失败了，这心情啊瞬间也没有了。出去了5天，吵了4天，回来之后啊，这姑娘就微信上跟他提了分手，然后拉黑删除了他的所有联系方式。
女方父母知道之后啊，也是坚决要退婚啊，男士甚至是跪地啊去挽留女友，被女友父母一句话给怼了回来，不希望女儿以后啊守活寡。正好昨天还有一个类似的咨询，有一位男士跟我说呀，自己跟女友谈恋爱2年，性生活次数也是非常少，主要原因是在女友身上。这个女友直接告诉男方呀，自己性冷淡，而且喜欢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以后准备丁克。因为特别爱女友嘛，就没有跟女友提过过多的要求，觉得只要两人呢能够在一起，感情好，慢慢的呀以后都会有所改变的。可结婚之后的3年，两人的性生活基本是1年1次，女方对性生活是越来越抵触，男方说呀自己很痛苦，让他一度觉得想要放弃这段婚姻。他说因为性生活不和谐，毁了他对婚姻所有的幻想和美好，让他遭受别人的非议和耻笑，丧失了对人最基本的信任。他说自己很自卑，不敢再去爱了，现在浑身充满了负能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意。你要问我性生活对婚姻的关系重不重要？通过数据和咨询的案例，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很重要。我给别人分析情感问题的时候，我都是站在客观事实的角度上去分析的。我今天为什么要拿出这个话题来讲，是因为很多人你在现在或者是未来基本上一定会遇到的，但是这又是一个难以开口的话题。我先拿几组数据来说话啊，先看一下2021年中国婚姻生活状态报告里面，伤害亲密关系的主要原因，性生活不和谐排名第4。2019年呢，民政局公布了最新的离婚大数据，这一年共办理结婚登记的是947.1万，离婚登记的有415.4万，也就是说离结比高达了43.8%。中国的离婚率在那一年已经连续16年上涨。逐年攀升的离婚率的原因啊，性生活不和谐竟然占到1半以上。有些人就会跟你抬杠啊，拿父母那一辈的爱情啊去做比较，说那个时候面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啊，两人就结婚了，也没见得到处说这个不和谐就要离婚的。过去和现在那是2个年代，过去的婚姻更多的是维持生计。我记得张爱玲说过一句话，结婚若是为了维持生计，那婚姻就是一场长期卖淫。你再看看现在的社会，为了讨生计而维持婚姻的真的没有那么多了。时代越近呢，大家都对性的需求越来越看重。当然，如果你跟我说你需要的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觉得2个人精神上有共鸣就可以天长地久，那你们就当我放屁。我说的都是普通人的生活。我一直记得有一个女孩子跟我说呀，虽然性不是恋爱的全部，但缺少性的恋爱呀，总是觉得少了很多的乐趣。而且更加恐怖的是，我们才是20多岁的年龄，在这个年纪本来就应该是欲望最强的时候，但我们俩屈指可数的性生活次数，让我一眼看到了婚后长期的无性生活。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婚姻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离婚。一段真正好的婚姻一定是和谐的夫妻生活，加上互相的宽容，加上彼此的搀扶。夫妻生活呢是婚姻的基本能力，也是夫妻的义务。遇到问题先不要冲动以分手为结局，先去解决沟通，互相理解和尊重彼此的想法，才会让一段婚姻能够长久和幸福的走下去。今天天气好啊，出来走一走，这躲开了5一出来散散气啊，要不容易给憋出病来。昨天晚上我在评论区里面跟一个仙女杠起来了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我昨晚不是刷视频嘛，只刷到了一个姑娘拿着自己的离婚证，哎呀特别开心啊，不说出来我都以为那是结婚证了。她说终于离婚了呀，说自己经历了一段哎呀多么不堪的婚姻。一听那离婚理由我都要吐血。就是大半夜啊，她前夫上卫生间门没关嘛，就因为这事啊两人吵起来了，她一气之下跑出1个多点，那前夫就给她打电话过来呀，她不接就直接拉黑了。回来就看见这前夫啊竟然在床上睡觉，于是两人又大吵一架，心灰意冷啊离了婚。她就劝那些啊在婚姻当中过得不幸福的姑娘们也早点离婚，走出失败的婚姻。我打开那评论区一看呀，那些言论真的刷新我的3观呀。有2个评论点赞还蛮高的啊。这个有一个说呀，对我也离婚了，哎，分了他半套房子，离就得离狠点。这另一个就说呀，一定要勇敢提离婚啊！现在2条腿的男人这么多，又不缺男人，干嘛要委屈自己？哎呀，终于看到几个这个3观比较正常一点的。那你跟谁结婚不都是要经历这些鸡毛蒜皮吗？那婚姻就应该互相包容，难道过不好你就要离吗？哎呦，那家伙呀，下面一堆呀这个评论讥讽啊，你是专家，你会包容，你有女德，你高尚等等。还有一个评论啊，说我就离婚了，哎，结婚1年多要了他1套房子1辆车，你们离婚啊不要给他留下任何钱啊，房子能要就要，彩礼我都后悔了，没要个30万，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现在啊离婚又不丢人，过得不幸福就要勇敢的提出离婚。哎，姐妹们，人就这一辈子啊，千万别委屈自己。
就这个评论下面，那好多人都跟人评价呀，对呀，我就后悔了没有多要彩礼，哎呀，你太幸福了，开始了新的人生。我看了实在是没忍住啊，就在下面给回了一句老鼠屎，就这3个字。这个姑娘就跟炸了锅一样，噼里啪啦的骂了我有800多个字啊。我打开她的个人主页一看呀，哎呀，那些视频啊真的很辣眼睛啊，不是自我美颜对着自己的脸拍800遍，就是露胸露大腿，那扭腰扭腚搔首弄姿，给男人释放求偶信号吗？真的，他骂我还嫌和他怼浪费我时间嘞，我一直没稀的搭理他啊，他就不停的艾特我，没法呀，我又回了他一句啊，果然老鼠屎。最后他一怒之下就给我拉黑了，我就很无语啊！现在的离婚竟然成了一件很骄傲的事情，那成群结队的人都拍视频昭告天下，干嘛呀？你自由了，你要开始选男人了吗？与其网上晒自己的离婚证啊，那不如真的回到老家啊，通知你们整个村的人，哎，敲锣打鼓，为了你啊，大摆宴席，吃到个3天3夜，人来人往，都是为你感到自豪啊！光大明媒呢，光宗耀祖了呀！以前的婚姻啊，性格不合都是要互相磨合、互相包容，能不过咱就不离的。哎呀妈呀，现在呢，能离啊，咱就不过了。那冷静期啊，他也拦不住。以前呢，都觉得离婚呢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现在啊，离婚呢都成了光门耀祖了，大街上到处说呀。那些个离婚理由，你们都想象不到。前2天有人还咨询我啊，就因为谁给谁洗袜子这事儿，那吵到闹离婚的，1双袜子而已，上升到你不爱我了，你女权他男权。哎呀，原本呢这5一啊是有3场婚礼的，都没好意思跟你们说呀，散了2场了，还有1场是结婚前一晚，2人也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了起来，这些嚷嚷不都过了吗？还有那些啊常年混迹在相亲市场上挑3拣4的主啊，性格强势，自我意识也不清楚，明明自己要啥啥没有，就觉得自己哎呀那美的不行了呀，厉害的牛的了，非要找个条件好的有钱的，我都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啊，还狮子大开口，彩礼动不动就要几10万，真的，谁要娶你们，那祖宗坟头得让人挖了呀。婚姻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关起家门过好自己的日子，没有婚姻是一帆风顺的。最后啊，奉劝那些舔狗们啊，远离那些晒离婚证的女人。说的是。兄弟们，相亲的目的是什么？你们不要本末倒置。相亲的目的是筛选，不是让你去跟人家结婚的。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相亲1年，追个女孩子也1年了，直到人家昨天结婚啊，他才发现对方是没有看上他。你说扎心不？男士30岁啊，去年同日给他介绍了一个姑娘，比他小了2岁。这刚见面啊，这男士挺中意的，跟中间人也说了呀，自己挺喜欢他的。人中间人吧，这去撮合呀，就去问这个姑娘。姑娘呢，她就没有明说，光说呀，哎呀，可以认识，先了解了解看看。男士这一听啊，别人说都可以认识了，于是啊，舔狗之路啊开始了。有一句话咋说的？舔狗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他就每天都会给这个姑娘发信息啊，但这姑娘大多数都是隔了几个小时之后才回复，内容也相当敷衍，没有什么主动。有时候呢还隔天回啊，就给他回个，哎呀太忙了，不好意思，我给忘记回了。整个男生这心里啊是上不去下不来的，又想着人家肯定是不熟悉没话说，或者在忙呀。哎呀，有时候你就不得不佩服有些人，他为什么能够坚持这么久？自我 PUA 呀，这么一想呢，心情立马就好多了呀。哎，一到周五他就约着姑娘出来吃饭，人家第1次回绝了，说自己在加班；第2次啊又回绝了，说自己跟闺蜜约好了。好不容易这第3次啊，那相当于是求来了，哎，约出来了，吃饭看电影送礼物，认识2个多月啊，这男士想着，哎呀该表白了啊，就把这个同事啊追过来，就问问女方意思。人女方呢也说的是啊挺有好感，但是没到熟悉那个地步。于是啊男士就加大火力啊，从物力人力啊投入的更多了。反正啊这姑娘的态度就是不热情也不冷淡。哎呀，和男士说呀，自己觉得这男士人挺好的，但是自己确实性格有点慢热啊，这谈恋爱次数少，也不太会谈。男士听着说没关系啊，咱俩慢慢处。哎，就这么接触了1年又快过去了。这姑娘呀跟这个男士啊都已经熟透了，哎，态度还是跟之前差不多，手呢也没有碰一下，别说是抱了。男士家里人父母都着急了呀，让他能谈谈，哎，不能谈就算了，别跟这磨磨唧唧的。哎，男士就想了一下，哎，是这么回事啊，就买了99朵玫瑰花去表白去了。姑娘一看呐，说自己想了一下，还没有准备好，要不啊咱们再了解一下看看吧。男士啊此时这个心里啊，哎呀草泥马已经跑了好几遍了，继续 PUA 自己啊，想着这都已经付出这么多了啊，哎也不能去勉强对方吧，就说行，那我给你时间再等等你。不过这后面这男士就发现了啊，这姑娘呀是联系他的频率是越来越少，他也能感觉出来呀。他呢尝试去约呀，这姑娘呢也不怎么主动了，也不怎么热情了。直到昨天啊，人家姑娘的朋友圈发了一下自己结婚的视频，生气，那肯定特别生气啊，直接就给这姑娘拉黑了。那有什么办法？
兄弟们啊，相亲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不仅仅是在时间的。当你去跟 A 相亲的时候，你有可能错过 B， 这才是真正的成本。你该出手时就出手啊！你们得记住，如果遇到心动的女孩子，第一印象很重要，你不妨试试从气味下手，让她闻到特定的香味就能够相亲呢。告诉你们一个原则，叫3不原则。第一呢，发信息3次不回直接删；第二，约了3次约不出来的直接删；第三相处3个月还不能确定关系的直接删。相亲咱就主打看得上就处，看不上也别拖，主打一个你情我愿。相亲最本质的作用就是婚前筛选不要搞错了。大家硬件条件拿出来碰一碰，最后在1个月到2个月看看性格合不合得来，如果合适我们就 OK 办事嘛，如果不合适就赶紧分了，绝对不要耽误自己。你相亲1年就认识一个，从本质上来讲你就搞错了。一个人的婚恋价值你能有几年什么阶段办什么样的事情，这个阶段你一定要把自己这个事情要办成，办成才是最重要的。任何时候都要讲究数据说话，3不原则。散会。丽娘真的我太难了，以后35岁以上的姑娘别来找我，本人这庙小，装不了那么多的大佛，也原谅我能力有限，没办法帮你们实现你们的愿望。你们再来上香，我真的给你们扔出去。有个女孩子34岁，个子在160左右偏瘦，本科文凭，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我是给她相了整整5年了5年，至今还都是单身，也谈了不少男朋友，但是没有一个满意的。不是嫌男方文凭低，就是嫌人家这个家庭条件不好，要么嫌长得不帅，总之是挑肥拣瘦的。她自己焦虑的不行了，怕找不到好的，又怕生不出孩子，反正生活圈里面已经没人给她介绍了，都知道她很挑。她工作好就不甘心找工作不好的，她未婚就不甘心找离异的。反正我们这边婚恋圈都知道她，各类男士都让她相了个遍她就要求本科以上文凭，研究生最好，体制内公务员，男方要求年薪15万以上，颜值高，三观一致有眼缘，最主要还得让她心动你不得逼死我吗？我得往 ICU 走我听完你说急不急死个人？我给你真要能找到，那不亚于我去买彩票中500万那不太难了吗？我拒绝了很多次耐不住他就是软磨硬泡。我让他从这些条件里面筛选1、2个条件他就不同意，说哪一个都不想放弃。我就很生气你不放弃，你这辈子你就嫁不出去了。他说不信，因为自己条件好嘛，他说一定能找到令他心动的公务员。我这一听，那怎么才能算心动他说帅，情商高。还没说完真的我拉着王八我就得跑没治了。人家帅的公务员，那想嫁的女孩子那得从北京东直门的排到西直门去了，还能轮得着你吗？他愣是给我来了句我圆脸显年轻，化妆了我也不差呀。我的天哪，你就算是个法拉利，他开了15年了，发动机得生个锈，搞不好再漏个油，你停个电你咋办呢？你能跟新车相比吗？你们是不知道他妈都找我了好几回了，一见面就哭说这闺女从小到大都没让她上过火就找对象让她操碎了心。家里还有个亲戚，她表姐38岁了也未婚，他俩就爱搁一块玩。找对象那是要找那一见钟情的，气的他那个亲戚也头疼，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如果再过几年你即便结婚了，那恐怕他连孩子都生不了了我反正跟这姑娘都很熟了，我就很明确的告诉她，你这条件要么想找好的就得去二婚市场，她不甘心，凭什么我未婚我就要找离异的？要么你就降低要求找大龄剩男，她又觉得这男人年龄这么大，剩下多少都有原因的。你真的听她话你都能气得够呛你自己不还都是大龄未婚吗？她说那我不是了解我自己吗？我又不了解别人为什么剩下的。那一刻真的气得你血压直拱头头昏。我又躺在椅子上躺了一会儿我就劝他，你快别挑了，再挑停水停电你都更没得挑了。他嘴上嘟嘟囔囔说我自己不是挑那这一辈子我不能找个我不喜欢的。说着妥协，心里那是800个大心眼子，1000个不愿意。另外他还有一个87年的，今年有36、7岁了也还是未婚，一个闺蜜，她要给我介绍过来。我一听那可不行她要来了也让我给她找心动的，我直接主动上 ICU 报道去。真的我现在一听大龄加未婚我都条件性反射，以后35岁以上的大龄未婚还挑挑拣拣的姑奶奶们千万别来找我了。散会。不得不呢，话非说的不好听，但事儿做的不能不漂亮。昨天晚上我们征婚群又吵起来了。那有一个男士在群里发了个征婚信息说自己今年是34岁，身高有个170吧，体重150斤左右，985本科，上市公司做管理这一年税后有个15万左右。他呢就想找个性格好、工作稳定的女孩子。那群里一发有不少姑娘就问他对学历对工作有没有要求他说这个本科以上事业单位优先。于是就有不少女孩子应该是私下加了他。
其中有一个女孩子呀，这32岁，在银行工作的，加她之后啊，就介绍了一下自己啊，表示自己很喜欢这个男士，想跟这个男士认识一下。哎呀，人男士一上来就问他呀，可以问个私密一点的问题吗？这姑娘呢就回复了一个很尴尬的表情包啊，然后就说了个可以。男士就问她谈过几个男朋友，姑娘说谈过4个。男士又问她呀，有过婚前同居吗？姑娘就说啊有，前任同居了半年。问她为什么分了呀？姑娘就说啊，这俩人性格不合适，经常有矛盾，这男方冷暴力等等。哎，聊到这儿啊，这个男士接着又回复她了啊，觉得2个人不合适，他觉得呀这婚前同居啊他接受不了，女方不在，把这姑娘给气的啊，直接刷一下把聊天记录就给发群里去了，直接就生怼这个男士啊，怪不得娶不上老婆。哎呀，这群里就炸了啊，好多姑娘就出来了，指责男士啊，哎，你这什么意思啊？婚前同居怎么了？就不是好姑娘了？那你们男人自己还同居过，不也自认为自己是好男人吗？群里一看吵架了啊，有的人就劝和，哎，有的人就看热闹，包括我啊，不是，我是劝和的啊。男士这边呢就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我心里呢确实接受不了我老婆曾经跟别的男人一起同居过，我精神有洁癖，那是我的问题，有能看上我的呢我就好好对待，看不上我的那就找别人。说完这群里啊就开始有人站男方，对，我支持啊，婚前同居啊那不就是2婚了，吃住在一起，指不定都有过孩子了，谁都不愿意承担风险吧，不能找婚前同居过的。有人呢就站对立面，说这谈恋爱都是奔着结婚去的，这婚前同居的可以提前试婚啊，看看2个人的脾气性格合不合适，哎，夫妻生活呀合不和谐，这都可以避免以后因为这些离婚嘛。反正啊就是你一言我一语的，我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哎呀，一觉醒来群消息999，最后以男方主动退群结束了这场战争啊。这个婚前同居我以前就跟你们讲过，我这个人不爱讲鸡汤，我就很愿意给你们讲现实层面的。很多男人女人来找对象的时候啊，除了那些有处女情节的，特别要求我要找处子之身的，大多数啊都是不想找有过同居史的。男方考虑比较多的就是同居的时间越长啊，这女方啊有可能怀过啊，其次就觉得女方不在，心里很难接受自己老婆曾经跟一个男人共同生活过。而女方呢也有很多同样接受不了有同居史的男人，觉得男方你对感情太随便了，为了满足一己私欲啊，提前过婚姻生活。所以说呀，这婚恋市场上他不管自己有没有过这个同居史，基本都很介意啊对方啊有同居经历的，大家都去选择刻意的去隐瞒。这有人就说啊，哎呀，这情侣之间平常相处的太短嘛，没办法了解2个人生活习惯，性格是否磨合，想要婚前试婚，觉得合适呢就结，不合适啊也不用离婚，直接分手，成本很低啊。先说我自己的观点啊，仅代表我自己，我可不想被网暴，我是不支持婚前同居的。爱情啊它本身就有滤镜，你是对未来有幻想的，但是在一起生活之后，你会发现啊一地鸡毛，过早的去暴露出自己的缺点，会让你们的感情快速终结的。你有同居史啊，不论男女，你步入婚恋市场都会被嫌弃，那个时候你就没有话语权了。哎呀，如果有人认为只有和对方同居才能够了解其为人的，那我真觉得你不够聪明。人品是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同居。性格的磨合也不是通过同居，而是互相理解和包容，学会自爱，保护好自己，才会让别人值得尊重你的。当然呢，每个人理念不同，求同存异嘛，我们也不要去拿道德标准去随意的去攻击他人。有过同居史，你接受就继续谈嘛，不接受就各生欢喜，不对别人口诛笔伐，那才是成熟。我们改变不了任何人，我只能保护好自己啊，所以我不接受婚前同居。散会。哎呀，我的妈呀，出来透透气啊，差点没让一对母女给我气岔劈。人家姑娘气场挺强，来找对象啊，上来就要把最优秀的男生资料给他拿出来筛选一下。我这一看哈，这是要上香许愿了呀。问他自身什么情况，他介绍自己啊，92年有车有房，硕士学历啊，头几年做金融这个行业啊，赚了几百万，后来就不停的开店啊，确实是有能力，一年啊也能赚到300万以上。父母家庭条件比较普通啊，长期退休。这有个姐姐和弟弟都在他的企业里面上班。他全程自我介绍，强调最多的就是有钱，他有本事。哎呀，他妈妈也在旁边啊，强调有钱有钱，咱就是有钱啊。那买车买房不带吹的，好几套。我一听，哎呀，条件这么好呢，那要求高不高啊？女方妈妈说，要求不高啊，起码要持平。我问这持平是怎么个持平法？这时候女方就说了呀，我一年保底100万，男方不能低于这个数字，这是我的底线。其次呀，这男方要合眼缘，情商高一些，婚后还得把工资交给女方管理，另外自己不生孩子要代孕。我这一听啊，光看脸看年龄这一步，这100万的优质男人就不想认识你了，你这还要求还这么多。我说我介绍不了啊，这庙太小装不了大佛嘛，出门又转找别的庙。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啊，你这一年赚这么多钱，你给男人得花多少钱？他说男人养家，为什么我要花钱？我问他房子这么多套，能不能给男人一套啊？他说不能。问他平常生活能不能哄哄男人？
他说应该男人哄，凭什么我哄？你看看，自己赚钱自己花，铁公鸡一毛不拔，生个孩子都不用男人自己参与的，婚后工资还得上交，情绪价值啥都没有，找你干鸡毛啊？他妈妈这时候就说了啊，我们条件好啊，肯定要找条件好的吧，这叫门当户对。说着我就把电脑资料给他打开，你看看我筛选年龄，00后的姑娘一堆啊，再筛选这本科以上的学历也一堆。现在相亲半个天下都是00后了，他们又年轻又活力还听话，你年龄大脾气还急，有钱又不给他花，还要花他钱，找你干鸡毛啊？这姑娘就不服，说曾经有年薪100万的人追过我，我是有婚恋价值的。哎呀，真的啊，我这一听啊，我就怕跟你相亲过的那些人呢，都得被你说成追你的。问他怎么没成啊？他说不喜欢男方丑，想找个帅的。有些人啊，会凭运气得到一些想要的东西，但最后真的会凭本事失去的。一个人的婚恋价值不是取决于你自身的条件，而是取决于适配你的人有多少啊。在婚恋市场，这男人多数会先看女人性价值，也就是你的年龄、外貌、身材等等。只要我喜欢你，我就不会对你的经济要求啊提出过高。反而相亲市场上大多数女人都先看男人的经济价值，你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万我才会考虑。为什么剩女越来越多，还自称优质？他们总是去拿自己的经济价值要跟男人比。哎，我一年100万，男人就不能低啊？低了那就配不上我。大姐啊，人家一年都100万的优质男人进相亲市场都是被抢的，他们会更加看重女人的性价值。这2天那征求意见稿里啊，那20条，评论区里面男人都刷屏啊，除了男人和狗几乎都保护了。就这局面，你还得要求个1、2、3、4、5，男人都怕，有钱的人更怕。你想嫁优质男，不是看你自己自认为多优质，而是要看你能不能满足对方的择偶要求，那才叫优质啊！天天看《甄嬛传》，结果宫斗水平连1集都活不下去。我也不知道你们都看个啥。散会。